就领土这个问题，它是可以交易的，俄罗斯可以交易，我乌克兰也可以。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德国之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10日表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瓦申琴科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俄罗斯的企业和国家体系在投资、技术和政治优先事项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国。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 X 上面写道：“我们正在追踪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俄罗斯部分领土正在向中国去主权化，主要包括向中国提供富含资源的土地，以及对其出售稀缺资源。”我们说中俄合作的项目有很多，考虑到泽连斯基在这边提到了领土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中俄远东合作的计划。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远东合作的一些基本情况。远东合作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但是呢，俄罗斯对于远东那边跟中国的合作，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太积极，所以中俄远东合作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之前，2008年的时候，首先中俄确定了黑瞎子岛的界碑，把黑瞎子岛的那个界碑的西侧划给了中国，东侧俄罗斯管辖。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俄罗斯主动割让了一部分土地给中国？其实并不是，因为黑瞎子岛原来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准确来说是中华民国。因为1929年的时候，因中东铁路事件，苏联借机军事占领了黑瞎子岛。此后，该岛长期处于俄联及后续俄罗斯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准确来说，靠东的那部分是归还给我们中国，而不是割让给我们中国。这个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然后2014年搭建了早期政策框架，2016年成立东北远东政府间合作委员会，2019年中俄签署远东合作开发备忘录。其实从这几个时间点你就可以看出2年到3年的时间有一个阶段性的进展。由此看出俄罗斯刚开始对于远东地区跟中国联合开发这个项目它是不积极的。那事情的契机发生在2022年，也正是2022年俄乌发生了冲突，也正是这一年正是中俄远东基建合作的重要突破年。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同江铁路大桥相继通车，大幅缩短了跨境物流的时间，为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的物资流通奠定了关键硬件基础。同时，俄乌冲突爆发，乌克兰战略东移，远东开发渐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也就是说，在22年之前，俄罗斯对那一块并不是非常积极。2023年3月，普京访华提出远东东北深入合作计划，中国承诺投资1600亿美元，涉及79项重大项目。5月，俄方决定开放海参崴，中俄计划搭建吉林通往海参崴的运输通道，并将其建设为共同出海口。9月，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明确将远东定位为21世纪战略优先。同年，中俄联合声明确立跨区联动模式，突破了传统地理限制。2024年5月，中俄召开东北远东政府间合作会议，俄方正式邀请中方开发北方海路，并提供共建远东经济特区。同年，中俄签署互相保护投资协定，构建其合作的法律保障体系。正是由于这种法律的保障，使得中企更有意愿去投资远东地区。因为你想，如果那边局势不稳，或者是法律不明朗，你投进去的钱随时可能
打水漂。所以这个法律也是保障彼此的一些投资权益的。此外，北方海陆开发协议也顺利签署，计划共建5600公里冰上丝绸之路。说起冰上丝绸之路让我想起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首次开通北极航道，这把中国海运从中国到欧洲的时间大大缩短。另外也是对波兰暂停中欧铁路班线的一个回击，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货运量都通过波兰那个中欧班列的话，随时会被卡脖子。而开通北方航线可以大大缩短中国和欧洲的距离。2025年5月，中俄签署了远东超级经济特区联合开发协议，同期举行东北远东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主席会晤，规划后期合作方向。5月3日，普京宣布启动远东超级经济特区2期工程，并见证中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首船启航。9月，中俄签署黑瞎子岛联合保护开发规划执行时间表，确定2025年年底完成口岸试通，2027年全岛启用。以上是关于中俄远东合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再说到泽连斯基，他在当天还表示说，乌克兰注意到中国正采取行动加强与俄罗斯在军工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会更全面地监控莫斯科与北京的合作，包括所有与乌克兰国家利益相关方面，以及与欧洲、美国伙伴利益关系相关方面的合作。随后，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视频通话中再次提到这份报告。他指出，这份聚焦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加深。他说，俄罗斯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将如此庞大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中国或任何其他更强大的国家。其实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那个黑瞎子岛并不是俄罗斯割让给中国的，而是本来就是中国的。因为黑瞎子岛在1929年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力还不是那么强大，没办法保护好自己的领土。那我们来想想，就是泽连斯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抛出这个议题，关于中俄合作的一个议题呢？泽连斯基现在的处境也比较微妙。好的方面是，俄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其中包括俄罗斯、美国已经允许乌克兰保留80万人的军队，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矛盾，比如说美俄提议乌克兰军队撤出其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的领土，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经济区。但这个条件泽连斯基并不认可。他说，不能要求乌方单方面的撤出，如果要求乌克兰军队后撤5到10公里，俄军也应该后撤相应的距离。这就是他们的矛盾所在。其实归根到底就是领土问题，因为乌克兰主动往后退，就意味着主动把原来占有的领土割让给俄罗斯，至少是那块领土自己不能够控制。一个自己都不能控制的领土，就不能说它是你的领土。关于领土问题泽连斯基也表达了他的想法，就是顿涅茨克地区领土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领土问题应由乌克兰人民通过选举或公投的方式最终决定。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作为总统是没有权利去割让领土的。这也是他在俄乌进行和谈的时候针对领土问题的一个回应。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中俄合作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他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转移国际舆论焦点，让大家都觉得就领土这个问题它是可以交易的，俄罗斯可以交易，我乌克兰也可以。那俄罗斯为了战略东移向中国出让了部分主权利益，换取发展。那么乌克兰到了关键的时候，为了和平，是不是也可以放弃乌克兰部分的主权？如果进行类比的话，他觉得这样可能会合情合理一点。因为说白了，俄乌战争
在时间上对乌克兰是不利的。第二点，它也是强化俄罗斯。俄罗斯在跟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使得俄罗斯的能力更强了，无论是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那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于欧洲来说也是一个威胁，因为欧洲有一部分的领土是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并不是欧洲的那些国家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波罗的三小国波兰、芬兰，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那第三点呢，泽连斯基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去施压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上面的支持。但其实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战略上，中国需要俄罗斯，俄罗斯也需要中国。中俄的合作其实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比如说俄罗斯远东为什么到现在才想起来去发展它？因为那边是人少、资金少、基础设施差、资源多。要知道，俄罗斯远东有600多平方公里，而整个中国也只有960万平方公里，所以那边的面积是非常大的，资源也很多。只要好好发展，绝对能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军事、经济上的一个战略缓冲区。而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人多、资金多、基建强，但是呢，我们因为人太多了，人均的资源就比较少，所以才会有中俄远东合作的一个基础，大家都能获利嘛。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俄罗斯要进行战略东移，大力发展俄罗斯远东的话，一定会遇到日本的问题，因为日本一定不希望俄罗斯在远东那一块发展起来，这样的话对它在军事上的压力会比较大。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俄罗斯在远东那边的军事力量其实不是很强，俄罗斯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放在欧洲，所以俄罗斯在远东跟日本进行军事冲突的话，不一定能占上风。在历史上，俄罗斯跟日本是有冲突的，而那次冲突，日本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在冲突过程中，英国给了日本一定的帮助，使他最终打败了俄罗斯，应该说是当时的苏联。所以俄罗斯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在远东地区，它都会倾向于跟中国有深入的合作，这样才能最大化的保证它自己的利益。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泽连斯基说这些话的一个动机，也是希望在和平谈判当中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我们也希望就俄乌冲突能尽快的结束，因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平民百姓。我会时刻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情况。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